今天介绍的 Buzz 是一个能够大幅减轻录制影片后制作字幕时间的语音识别工具。它的底层是使用来自 OpenAI 公司的 Whisper 模型。OpenAI 是一家美国公司，它的创始人之一正是 Twitter 的新老板伊隆马斯克。在今天的影片里面会来介绍 Buzz 的使用方法，并且再跟剪映的智能字幕来做比较，最后再介绍字幕编辑工具 Subtitle Editor 使用 Whisper 的步骤。Buzz 的安装非常简单，只要找到 Buzz 在 GitHub 上面的网址以后，点击右方的 Releases， 在 Releases 里面找到你的作业系统对应的安装档，并且执行以后，就可以很顺利的把它安装起来了。它的操作也非常的简单，启动以后就会是转录的画面，在这边你可以马上使用你的麦克风，它就会把你的录音直接就转成了文字，只要点击这个 Record 就可以了。等它这边出现了秒数以后，你就可以开始录音，并且它就及时的转录。因为我们现在是要测试读入一个影片，因此点击这个 File。再使用 Import， 因为要使用影片档，所以把右边的选项从 Audio Files 变更成 Video Files， 要去找到你要操作的影片档就可以了。我们就用刚刚录制的这个影片来做示范，选到了这个 Buzz.mp4 以后，点击开启，它就会再出现一个 Transcribe 的画面，接着再来选择要使用的语言。这边我是建议大家直接选好要使用的中文，然后这个 Quality， 如果你希望能够辨识的更精准的话，你就可以选择 Medium 或者是 High， 但是要注意就是这个 Medium 或者是 High 它会执行非常久的时间。那如果你只是要大概的一个内容，就可以选择是 Low 或者是 Very Low， 再来选择你要输出的格式，它有 TXT、SRT 跟 VTT 三种格式。现在要使用字幕档的 SRT， 请大家注意的，你在第一次执行的时候，它会去自动下载 Whisper 对应的模型，也就是说这边对应的 Low 啦、Medium 啦、High， 它会自动下载对应的模型的档案。Medium 跟 High 都是比较大的一个空间，因此有比较多的下载的时间。现在就选择好了以后，就直接点击 Run， 然后再指定你要输出的路径跟档名，再点击存档，它就会开始做 Transcribe 的动作了。我分别使用了 Medium 模型跟 Small 模型产生出来一个结果。这个 Medium 模型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断句，它会形成一个比较长的字幕。那右边这个是 Low， 使用 Low 这个模型来产生的，可以看到它的断句呢其实是比较短的。就请大家自行去测试看看哪一个模型对于你的影片的字幕的录制能够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接着就用同样一个档案来使用剪映，测试看看剪映产生出来的字幕会是什么样子。目前右边萤幕就是剪映产生的字幕档，可以来识别一下它跟 Buzz 也就是 Whisper 产生出来的字幕到底差距有多少。我先来把它的字幕从简体改成繁体，这个就是第一个差异点。剪映现在目前产生出来的会是简体，把它变更成繁体，再来对照一下，可以看到目前剪映它的断句都是比较短的，而且它的正确率感觉起来是比 Whisper 还来得低的。我初步使用以后的结果是这个样子。第一个，如果使用 Buzz 要注意，如果 Quality 是使用 Medium 或者是 High 的时候，它会花非常久的时间，但是辨识出来的正确率呢，通常会是比较高的。感觉起来 Buzz 它的辨识的正确率还有它断句的适切性其实都会比剪映还来得好。但是这两个工具最大的差别就是 Buzz 完全在本地端就可以独立完成，因此在执行 Buzz 的时候不必连上网路。同时我们也不用再担心说我的这一些档案上传到别的平台，有可能会被那个平台保留下来这一些治安方面的问题了。Buzz 完全都在本地端就可以单独的运行了。我是觉得使用 Buzz 虽然它花的时间会是比较久的一个辨识
识的时间，但是它有安全性还有正确性的这一些因素，因此我觉得可以使用 Buzz 来取代剪映的智能字幕，而且它也是不需要任何费用的。剪映因为它的 VIP 的版本也已经推出了，这个免费的智能字幕不晓得能够提供到什么时候，因此如果你能够使用 Buzz 的话，也许也可以使用 Buzz 来测试看看。最后再来看一下 Subtitle Editor， 它其实在 3.6.8 版以后也增加了2个语音辨识的整合。简单的来看一下这个整合要怎么来操作。首先就是先把字幕档给开启起来，再点击找到影片档，就可以在这个视讯的功能表里面找到这2个语音识别的整合的选项。第一个是使用 VOSK 这一个引擎，现在要使用这个 Whisper， 就是使用这个 Audio to Text Whisper， 然后接着来选择语言，并且选择模型，选择好以后就可以直接点击产生。初步使用的结果就是发现 Subtitle Editor 它虽然能够辨识出这些中文，但是它产生出来的这个持续时间不是非常正确。试用的结果我觉得还是 Buzz 会比较正确一点，这个就请大家自行再去测试看看，你觉得是不是可以使用 Subtitle Editor 来直接做语音识别的处理。我是觉得 Buzz 给我初步的体验感觉还不错。那么这个就是今天介绍了这个可以离线使用的语音识别工具 Buzz。如果你觉得 Buzz 还有它这一个 Whisper 神经网络的引擎使用起来的正确性跟便利性都会比别的语音识别工具来得高的话，那么建议大家可以尽量的来使用 Buzz。如果你觉得我介绍的工具对你日常使用电脑的效率有所提升的话，请各位记得订阅、按赞并且分享，谢谢各位。